不管男人还是女人，身上都会有一些毛发。其实呢，对于男性来说，身上的毛发和肾脏有一定关系。若两处毛发浓密，说明肾功能还算不错。第一处就是头发，中医认为肾者其华在发，也就是说，如果肾功能好，肾气比较充足，那么头发也会乌黑浓密。但如果肾气不足，那么就可能会有脱发、白发、头发干枯等问题。所以头发乌黑浓密，这是肾脏好的一种表现。第二处就是腋毛，很多人认为腋毛多很是难看。但是对于男性来说，腋毛多也是肾脏好的一种表现。不仅如此，腋毛还能够减少对皮肤的摩擦，帮助人体排汗排毒，可以说对身体有很大的好处。其实毛发也只是判断肾脏健康的一种方式。如果想要养肾，还是要从身边的小事着手，每天坚持运动锻炼，多注意饮食，养成好的生活习惯。也可以常吃养肾食物，比如黑枸杞、牡蛎、坚果等，对肾脏健康都有帮助。脾胃虚的人记住少吃两物，多喝一水，脾胃慢慢强壮起来。少吃辛辣的食物，经常吃辛辣刺激的食物，容易给胃黏膜造成损伤，对脾胃健康不利。所以脾胃虚的人要少吃，这样脾胃会感谢你。少吃生冷的食物，脾胃虚的人要注意生冷的食物也要少吃，如果经常吃会损伤脾胃，影响消化。那想要养好脾胃，还可以多喝一种水，那就是用生姜泡水喝。生姜是一种调味品，除此之外呢，生姜还有很好的药用价值。脾胃不好的朋友经常用它泡水喝，可以健脾祛湿，养护肠胃健康。如果能搭配一些蜂蜜，健脾效果会更好哦。出汗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，但是有些人会发现自己的手脚心会经常出汗，其实这可能是脾胃虚的表现。那脾胃虚弱该怎么办呢？可以做好下面2件事，有助脾胃健康哦。第一件事，注意饮食。很多人脾胃不好跟饮食有很大关系，比如吃很多寒凉食物就可能会引起脾胃虚弱。那么也可以通过食疗来调理，多吃健脾养胃的食物，比如南瓜、胡萝卜、菠菜等等。第二件事，多运动。运动可以提高身体的抵抗力、免疫力，促进人体新陈代谢，对提高脾胃功能有帮助。那给大家推荐一个简单的动作，就是用脚趾抓地，坐着站着都行，双脚踩在地上，然后紧紧的用脚趾抓地，放松，这样反复的做5分钟。这个动作能够刺激到小腿的脾经，有很好的健脾养胃的效果哦。总是脸色发黄，还总没食欲，这可能是脾胃虚、气血不足惹的祸。那我们平时就要好好的调理脾胃了。那今天木子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做一下哦。大家可以坐在椅子上，腰背挺直，然后抬起双脚，这样相互的碰撞。碰的时候最好是光脚，这样每次碰3到5分钟。这样碰脚可以刺激到脚部内侧的太白穴和公孙穴。这2个穴位是脾经上的穴位，有很好的健脾补脾、补足气血的作用，可以每天早晚都碰一次。脾好了，那么气血和口味也会跟着好。贫血是生活中常见的一种现象，那女人只有气血充足，才能拥有健康和好的气色，所以当贫血时要及时的补血。下面给大家推荐2种食物。第一种，桑葚。桑葚是一种很好吃的水果，有补血果的称号，它里面含有大量的铁元素和维生素 C， 不仅可以帮助活血补血，还有美容养颜的功效哦。所以经常吃桑葚能改善贫血。第二种，黄芪。黄芪含有一种多糖成分，有补气养血的作用。女性朋友经常用黄芪泡水喝，如果再加上点大枣，那就能够双重补气血了。那经常贫血的女性，平时要多注意休息和保暖，多进行有氧运动，有助增强体质，预防贫血。蒲公英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吧？很多人都喜欢用它泡水喝。蒲公英的好处也有很多，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。好处1，清热解毒。蒲公英中含有很多营养，其中含有的聚糖成分有很好的清热解毒的作用，经常用它泡水喝，可以帮助保护肝脏，降肝火。好处2，养胃。现在很多人都有饮食不规律的情况，经常吃快餐、外卖，这样时间长了很容易给肠胃造成伤害。大家不妨常用蒲公英泡水喝，可以帮助清理毒素，起到降胃火的作用，对保护肠胃有很好的效果。好处3，
美容养颜。经常用蒲公英泡水喝，有很好的美容养颜的功效，女性朋友可以试一试。虽然蒲公英对身体有好处，但是两类人要注意，最好不要喝。第一种，有慢性肠炎的人，如果经常出现腹泻，就不要喝蒲公英水了，因为蒲公英性质微寒，会加重腹泻、腹痛的情况。第二种，血压低的人，血压低的人也不适合喝蒲公英水，因为蒲公英有一定的降压的作用，所以要注意。对我们来说呢是很重要的，从我们五脏到形体、四肢百骸都需要气血的濡养。如果气血不畅，身体可能会出现问题，不利于人长寿。那今天呢，教大家2个简单的小动作，有助畅通气血。动作1，站好了，全身放松，然后上半身和手臂一起左右的扭动，头也跟着动，这样左右手要轻轻的拍打腹部和腰部，这样反复做100下。那这个动作可以促进腰部和胃部的气血运行，对打通上半身的气血也有帮助。动作2，双腿微微弯曲，两手放在大腿处，然后左右的扭动膝盖，这样顺时针和逆时针各做100下。这个动作能够促进下肢的气血运行。那这2个小动作每天坚持做一下，身体更健康。很多人平时总喜欢生气，这样时间久了呢，就容易气滞血瘀，导致气血不通。那气血不通对身体是有很大伤害的哦。那气血不通该怎么调理呢？今天木子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大家可以坐在椅子上，脚掌踩地，将2个脚和2条腿并在一起，然后2腿向外打开，再相互的碰撞，这样反复的练习5分钟。这样碰腿可以刺激到大腿的血海穴，而血海穴有调理气血的作用，所以每天这样碰碰腿可以帮助打通气血堵塞，让气血更充足哦。那气血不通的朋友，平时还可以多吃些红枣，红枣有很好的补气血的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侃侃养生，我是木子。今天我们要聊的养生话题是前列腺不好，多吃2物，常做1动作，呵护前列腺，为男人味加分。第一，多吃含番茄红素的食物。那西红柿中含有的番茄红素就很多，同时还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， 男性朋友经常吃可以帮助保护前列腺健康。第二，多吃含锌的食物，锌元素也能维护前列腺健康。像我们常吃的瘦肉、猪肝、鱼类等都含有很高的锌。除了多吃2物外，还可以常做一个动作，就是提肛运动。提肛运动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带动肌肉的收缩和舒张。那每次做5分钟就行，对前列腺健康有帮助哦。现在的男性压力大，所以会有一些不好的习惯。那这些习惯很可能就会给前列腺造成伤害。那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有哪些习惯呢？习惯1，长时间憋尿。很多男性一玩上游戏或者是忙于工作，就会有憋尿的习惯。那长期憋尿会让排不出的尿液倒流到前列腺，对前列腺健康不利。习惯2，吃刺激性食物。如果经常吃有刺激性的食物，比如辣椒，这样会让前列腺反复处于充血的状态，也会影响前列腺健康。习惯3，长期久坐不动。如果你长时间坐着不运动，会压迫到前列腺，引起前列腺充血，这样也不利于前列腺健康。那上面这3个坏习惯，希望你一个都没有哦。前列腺炎是很多男性的一大困扰，给生活和工作带来很多不方便。那么想要保护前列腺，可以常吃下面2种食物，对预防前列腺炎有帮助。石榴是一种常见的水果，营养特别丰富，其中含有多种维生素、糖类、氨基酸以及微量元素。那男性朋友经常吃点石榴，能够帮助预防前列腺炎。可以将石榴榨成汁喝，这样更容易吸收哦。牡蛎是营养很高的海产品，其中含有大量的锌元素，能提高前列腺的抗感染能力。那男性朋友经常吃点，不仅可以养护前列腺，对肾脏健康也有帮助哦。除此之外男性朋友平时还要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，多吃蔬菜水果，这样才能让前列腺更健康。对手被发现，男人常吃点，前列腺一天比一天健康。那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有哪些呢？南瓜子、
很多人吃南瓜的时候都会把南瓜籽扔掉，其实南瓜籽的营养很丰富，其中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、维生素 B、E 以及氨基酸，有杀菌消炎的作用。那男性朋友多吃一些，对前列腺健康有帮助。当归是生活中经常会用到的，有活血化瘀、补中益气的作用。男性朋友经常用它泡水喝，对前列腺的恢复有帮助。那女性用它泡水喝，能够改善经期提前、痛经等问题哦。好了，就唠这些吧。大家还有什么想要知道的问题，可以给我留言。下期见，拜拜。